你们来了。白吉先生刚才演奏的曲子，意境悠远，心绪辽阔，就像是立于高空之上，俯望整片廊丘。哦，我本来还好奇是什么音乐会让瑟利姆觉得头痛。白吉先生，你刚才演奏的是什么曲子啊？真好听。诸位谬赞，不过是米音野调，随性之作。何况在下也许久不曾抚琴了。还记得有一次抚琴时，松雀就坐在我身侧，安静地听着。在下本以为我那徒弟转了性子，在韵律上或许有所长进，便想问他这曲子谱得如何。谁知还未待我发问，他便小声嘀咕：“师父又在弹棉花了。”不愧是他。啊，他平时总是将师父他老人家如何挂在嘴边，没想到还有这样的一面呢。七树之中，乃至整个廊丘，唯有松雀会讲上许多关于我的笑话。还记得有一次树的集会，在下因琐事耽搁了些许，待匆忙赶至门口时，就听到我那徒儿一贯开朗的声音。他说：“灯姐，你着急也没有用，师父他天生腿短，走路就是这样慢，咱们就让让他吧。”那后来呢？如果我说自己老师的坏话被发现，肯定要被他克扣零花钱，外加打扫1周实验室。后来，在下走进去时，我那正说得眉飞色舞的徒弟，当时愣在了原地，不知所措。整间屋子都格外安静，连多尼戈尔也缩在一旁不敢喘气。唯有沙弗莱小姐颇为认真地将在下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，又叹了口气。不愧是灯。哦，我的意思是没什么，请继续。未等我那位徒弟想出搪塞在下的谎言，我便看向他，如同诸位方才一般，不可抑制地笑出了声。那是我在犯下弥天大错后，第一次发自内心地感受到真正的快乐。松雀他总是有让人开心的能力。是啊。说起来，白吉先生的咳嗽似乎已经痊愈。如今离恶石像在廊丘消弭，在下因复饮而生的宿疾也自然消失。等等，难道说拥有驾驭影子能力的树，现在也完全变成了普通人？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就像多尼戈尔一样。然也，离恶石像已成为历史，黄道星之环也经松雀之手解构，树身上背负100年的能力，自然也会随之消失。不过，凡事总有例外。对于沙弗莱小姐来说，她解开了往昔一切对自身的束缚。若单论勇武，应是更胜以往。而至于在下，如今当然只是一介凡人，这总归是一件好事。我不必为顾己所困，就像瑟利姆小姐的身体也会渐渐恢复正常一样。也就是说，瑟利姆小姐，她虽然看起来还是多有不便，但其实已经没事了。相信用不了多少时日，瑟利姆小姐的身体将与100年前无异。那真是太好了。是啊，玉影七树因影而生，如今诸恶散尽，我等为机智而没，反倒到头来，在下做了许久的师傅，竟还是要靠徒弟来保护自己。
我的徒弟松雀，他做事向来没个常性，跟着我读2句医书，只是想要将他卖的符水包装的好听些，偶尔从古籍里淘来几句高深晦涩的话语，也不过是用在卜卦时唬人而已。他最喜欢贪小便宜，总琢磨着用各种理由把我等的财物记于自己名下。砍价的盈余，结账的找零，他更是从不放过。他怕苦又怕累，念几句口诀就要唉声叹气，变着花样装作自己身体不适，方便偷懒。只是罢了，木已成舟，多说又有何益？他做事向来没个常性。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诸位可愿同我再去那里看看？白吉先生是指与那场最后的战斗相关的地方？在下多少还怀有一些私心。那并不是你的专利。克拉丽的意思应该是，我是说，尽管相处的时光十分短暂，但我们也是松雀的朋友。我们一起动身吧。如此，甚好。那是我还以为他早就被丢进了垃圾堆，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这里？它只是一具躯壳，器用不会因为自身盛装的意志而改变，同样，意志也不会因为躯体的破灭而消弭。何况，它也算得上是我那位老友的遗物之一。老友？那位阿杰塔吗？不错。可根据从灯那里听来的故事，阿杰塔留在廊丘的遗物恐怕不计其数，甚至摆满了各色仓库。的确如此。不过，虽然有些僭越，但它真正的意义在于，这是在下曾惊弓自伐，犯下弥天大错的象征。或许它还存在着其他的意义。作为苏醒之遗的残留，它代表七术情愿放弃百年筹谋的心血和一个必然成功的计划，也不愿向一位无辜之人下手的决意。或许吧，但从结果来说，是非掩过，也终究一无所成。只是谬赞也好，批驳也罢，被赋予何种意义，皆源于观者的心境。如此，就让他继续留在这里，倒也恰如其分。那是陈学姐说，许多人都曾尝试将利托斯特的遗物从地上拔起，方便能送到更合适的地点妥善保管。啊，那他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因为无论廊丘还是欧夏，都没有人或者机器能将他从这里取走。这是什么选王之剑吗？奇怪，离恶石像不复存在，多尼格尔也归于平凡，可这利托斯特留下的遗物，反倒更加难以磨灭了。难道就算离恶石像完全消失了，与影坛联系紧密的利托斯特也依然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？别想太多，这几天的检测报告一再显示，除水质之外，影坛已经与普通的湖泊没有任何区别。
但不管怎么说，属于利托斯特的遗物不仅没有消失，甚至无人可以拔起。看起来就像他本人一样固执地坚守在这里呢。利托斯特，他在等待什么吗？利托斯特曾经打开通路，希望松雀得以从命运的囚笼中逃出，但彼时的他出于一些想法，放弃了离开的机会。可如今，你我又皆因为他的离开，多少得偿所愿。我将你仅存的痕迹多留于这世上几日，希望你也能望见这片因你们而改变的故土。我知道，以你的性格，一定不会赞同我的做法。但无论如何，你的弥天大罪，在如今的廊丘，的确已经了然无痕。久违了，我的老朋友，我向你致以最后的道别。再见了。希望你永远被人遗忘。白吉先生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你比寻梦者老家的机器还要力大无穷？只是巧合而已。什么嘛，就应该是像传说中那样，利托斯特预先选中了白吉先生，所以他留下的剑才只能被你拔起。离恶石像已经消失，他最后的恐惧也不复存在。他的剑又要如何保持这种选择呢？可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们眼前的影坛依然保持从前的黑色？这真的只是水质不同吗？是啊，为什么呢？利托斯特，或许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种答案吧。人若是死了，便什么都没有了，灵魂消散，和真实的人们永远分别，也不大可能还有什么来生，所以我才会这么害怕。只是如果真的存在那样一个机会，能够让松雀一跃成为廊丘的大英雄，不去试试也太可惜了吧。白吉先生，每每回到此地，总不免心生感慨，诸位不必在意。白吉先生，那边那个东西之前在这里吗？我昨日在此地抚琴时，并未看见这道幡。换句话说，要么是某人在你离开空岛之后把它放了上来，要么是先前的所有人都无视了它的存在。综合来看，后者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空岛毕竟是搜救行动的起点，我们早就把这里里外翻了个遍。可如果这是谁有意为之，专门把绝当时用的武器丢到地上，又是什么意图？这么说是很怪啊，还不如把它插在最显眼的地方呢。就像这样，
瞧，往后所有来空岛的人都能一眼看到他，看到他呢，就又想到了我们的大英雄松雀，不错吧？倒也不坏。接下来我们果然还是在这附近找一找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之前没发现的东西好了。来都来了，总要做些什么才心安嘛。就像灯一样。倒也没错。那就试试看吧。白吉先生也一起吗？你们去吧，不必顾虑在下。还记得最初收你为徒，为师只是想为郎丘除去一个骗子，可到头来，你才是这郎丘当中最真诚的一人吧？为师，不，在下终究让你背负了太多。这七术中最名不副实的一位，从古到今都是在下。在这里找找看吧。本机已抵达目标位置，即将展开第2次搜索。赫利亚，帮我盯着点。没问题。寻梦者，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？目前还没有。意料之中，我们这边也没什么进展。这么说来，克拉丽最近一直闷在房间里改装她的无人机。从无人机目前新增的几项功能来看，赫利亚同学，无人机作业中，请勿大声喧哗。看来他不想因为分心而错过什么重要的东西。寻梦者，我们之后再聊吧。希娜，这是我们刚到琥珀街的时候。松雀忙里忙外的招待我们，克拉丽和赫利亚还支了个飞刀挑战的摊子。那之后不久，松雀又和我们一起回了趟欧夏。我记得他当时可吃惊了，就这么大睁着眼，好像眨一下自己就要被谁硬拽回廊丘似的。毕竟他在廊丘生活了那么久，而且嗨，过日子哪还能事事如意呀？咱活着就是讲究一个开心，要是把自己搞得凄凄惨惨，那还不亏大了。说起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我们5个在一起，不论做什么，似乎都挺默契。可之前，我们大家怎么没想着拍张合照呢？是因为合照在什么地方都能拍，什么时候拍都不晚。所以，等到下一次也没关系吗？松雀，是我交到的第4个朋友。朋友之间，没有正式的合照可说不过去。你就再给我点时间吧，我保证，我一定会把大家画得和真人一样，不是比真人还要好看。那就拜托你了，
吸纳。明明谱不出任何琴曲，还非要做事如此，真是让你见笑了。寻梦者，倘若你也拥有了虚焰之力，你会如何看待因你而生的种种厌恶？只是想到了些许往事。昔日甫入空岛，松却曾惊异于如此堂皇的空岛仅作囚笼之用。我告诉他，若厌恶不再能发挥出我创造它时所期待的功用，那就毁而弃之，再造一物。为达伟业，理应无所拘泥。他听得这份回答，很快笑了起来，让我别说大话。无论师父此时怀揣何种答案，不到毁弃厌恶的那一刻，就无法断定它之于你的意义，不是吗？比起不成器的在下，倒是在下的徒儿活得更加通透明白。松雀，白姬先生，刚才我们突然发现的这道幡，难道也是所谓厌恶？为何有此疑问？经由黄道星之环的天罚，松雀的异类之疑已将离恶石像尽数除去。可既然如此，这曾属于无相之象的兵器，世间真伪，皆在人为。此物是否虚焰，也许终究要看松雀自己的造化。说不定一切正如100年之前，亦或说恰恰相反。只是在下的一点希冀罢了，荒诞不经，奢侈至极。要是按松雀自己的说法，若是此刻点破，大概反而有妨天机。虽然没什么进展，但大家也显然没有放弃，还是再做点什么吧。再找找看吧。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
既然没那个耐力，为什么不换个别的姿势？可最能凸显咱大师气度的姿势，也只有这一个了呀。如果他还在，一定会这样说吧？说什么？啊？喏，因为卡了不少沙粒，稍微用了些时间清理。总之别在意。我是说，这是他的东西吧？作为说故事的人，咱可以向你保证，女孩已经找到了她的答案。就算没有舞台和公主群，也有人愿意为了见她而来。所以出于感动，也同样为了纪念，那个女孩拜托咱，想让咱把与公主群相称的皇冠送给她的朋友，作为临别的礼物。不知道她愿不愿意收下？这的确是松雀的发卡，也是他在那场漫长的预知梦中赠予我的礼物。谢谢你，克拉丽。既然是重要的东西，那你自己收好，少跟我客气。什么嘛，每次做好事的时候，克拉丽总是说的像是干坏事一样。要不是你拦着我，我还真会把脏兮兮的发卡直接往寻梦者手里塞呢。就算是脏的，他估计也会很开心吧。算了，我们去告诉他师父吧。想不到，徒儿未来得及送出的礼物，兜兜转转，竟也到了你的手里。天机果然有趣。各位有所不知，徒儿他曾与我分享过一次对于人之终亡的感想。他那么怕死的人，聊这个？起因当然是在下有意而为。与离恶石像为敌，难免要见证生离死别的惨景。虽说对死亡抱有万般恐惧之人，往往最能体察到生命的可贵，但他关注的事情，仍然让在下始料未及。啊，他会在意一些很怪的事吗？他说，他担心自己变成灵魂的时候，不能每天都吃上贡品。他也害怕遭遇恶灵的纠缠，或是在王域迷路，最终成为没人惦念的幽鬼。当然，他最怕的还是余愿未了，比如饭没吃完就去了，笑到一半便倒了云云。这确实是松雀的风格。奇怪，什么声音？这到底是什么鬼动静？好像是从那边传过来的。啊！等等，那是……看招！什么人？鬼鬼祟祟的想干什么呢？咱就是取个衣服，也没想干啥呀。啊？你到底谁呀？怎么说起话来跟松雀一样？希娜，你快松手了，你也不想咱刚醒就被这嗖嗖的冷风吹感冒吧？啊，怎么真是松雀呀？你是来完成余愿的吗？原来人死了，真的能变成灵魂？啊？呸！
呸！谁死了呀？什么灵魂余愿的？讲话可不能这么不吉利啊！哦，看来你也有练仰卧起坐。仰卧起坐？哎呀，不对，现在不是扯这个的时候。刚才那一激灵，快把咱冻死了！你们还是让咱先套个衣服吧。一激灵，好啦，你们都盯着这边，咱还怎么出来呀？都给咱转过去！快！这种玩笑一点也不好笑啦！谢啦。那个，咱平安无事的回来啦！嘿，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！都不夸咱就算了，怎么连说欢迎回来的人都没有？等等，不会吧？咱难道还是搞砸了什么？抱歉，为师只是内心有些混乱，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。至于之前的事，为师可以肯定，你没有搞砸什么。那就好。事情好不好，我们自己会做判断。这边这位松雀，能请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吗？啊，当然。克拉丽，你想干嘛？笨蛋，你怎么知道复活的就一定是松雀？我倒觉得他就是松雀没错啦。对绝而言，除掉我们肯定比穿好衣服重要100倍。不然他干嘛不在我们转过身的时候动手？别这么天真，万一他是体质虚弱，所以才假扮松雀呢？大家有什么话不能当咱的面说吗？下面这句话可以。松雀同学，请听题：克利亚是什么级别的女武神？3选1 ，B 级、C 级还是 D 级？奇怪，咱怎么记得赫利亚是 A 级，而且还是要读重音的 A 级？江江，回答正确。看来你确实是松雀，我只当着真松雀的面介绍过赫利亚的唯一本事。我没有别，是你自己这么说过。我没有别的本事，唯一的本事就是 A 级。我当时可听得一清二楚。那明明是以前在集训营，我看你就知道偷懒耍小聪明，这才说出来的气话吧？哎，你俩就算真要比划2下，也别当着松雀奶奶的面吵架呀。再说，那句俗话怎么讲的来着？床头吵架床尾和。等等，这个是形容住一个寝室的关系吗？真是的，咱还以为会有人激动的抱着咱大哭一场呢，这都是什么事儿啊？不过，这样就够啦。无论如何，你回来就好。为师也甚是欢心。白姬先生，你刚才是不是已经有所预感？倒也没有这么具体。啊，说不定这真是我那块石板画的功劳。不瞒你说，我刚刚画的时候还偷偷抹泪呢，肯定是这点感动了上天，才让他把你好好的送回了廊丘。等等，你们莫非是在给咱操办绝野老师念叨的那套葬礼流程？
完了完了，看来咱弄不好还泡在影坛的梦里。你确实是醒了，就是头脑不太清醒。总之，先从你自己的视角说说你为什么……算了。你师父就是想问你为啥会那样出现在废墟里面啦？哪样？哦，事先声明，咱也不是故意那样的，这都得怪那道光，肯定是他把斯利姆小姐送咱的宝贝给照没了。那你现在这身又是？谁知道呢？咱就是。在被天罚的光芒吞没之后，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光的空间。那会儿咱还以为自己真的死了，不过咱后来也渐渐的发现了，咱竟然还有知觉。和所有冒险故事一样，咱在黑暗中摸索前行，也不知道究竟过了多久。过程应该说不无磕绊，但好歹找到了出口。等咱穿过出口，就看见了熟悉的天空，半截晃荡的袖子，以及那样的自己。于是咱当即就决定先把袖子抓下来遮着，可结果呢，咱刚伸手就被希娜给逮住了。嘿，那我挺厉害的嘛。是，你很厉害，夸夸你，成吗？反正咱已经把咱能想起来的事情都讲了，谁再来给咱讲讲今天之前到底又发生了什么？怪不得大家又是立帆又是树杯呢，原来咱一觉睡到了自己的头七呀。咱知道廊丘虽然不大，但想要捞一个神灭行销之人，那却是难乎其难。这段时间真是辛苦大家了。既然是伙伴，就别说这些见外的话了。如果我哪天突然神灭行销了，你也会一直找到头七的吧？呸！哎呦，我的希娜婶婶，这话可说不得。咱们俩不，大家的福气都长着呢。嘿，有松雀奶奶在，就算真有什么事儿，大家也肯定都能逢凶化吉。你直接说它是吉祥物好了。说起来，咱忽然意识到一件事：既然决疑已被天罚彻底拂除，廊丘的末日之矛也恢复了正常，那廊丘人和欧夏人今后岂不是能天天见面？你也可以经常来。好说，看来咱们廊丘人这下是有新生活的盼头啦。以现状而言，恐怕还有很长的适应过程。无论廊丘还是欧夏都是如此。不过从个人的角度说，你以欺瞒之术的身份向研究所申请一套公寓应该不难。如果流程上推进较慢，陈学姐和尤音老师可以来帮忙。有关系就是好啊。你别忘了，我们也是有关系的人，只是他们一时半会儿还联系不上。你别灰心嘛，说不定情况很快就会有变化啦。这也是你的嗅觉。我鼻子可灵了。行吧，借你吉言。可要是情况没变化，下次去食堂，你就必须帮我吃掉我不吃的蔬菜。你这不是奖励吗？我可是完全不挑食的好孩子。邓姐真好啊，她明明负债累累，却依旧愿意为咱花钱。此等真挚的情谊，咱就是死了也不会忘。还有多尼戈尔，咱今后也一定会好好照顾他。松雀，你好不容易才活过来，还是多说些吉利话吧。师父教训的是。不过人间蒸发7天后又突然出现，这怎么想都不是咱能施展出来的术法。难道真如希娜所说，是降下天罚的那位把咱救活啦？这降下天罚的人又是什么说法？星之环成精吗？他为什么不早点下场收拾绝，非得等你命悬一线才出手？
若是其他人问起咱怎么活的，咱总不能光回一个不知道吧？别急，疑问就像子弹，飞一会儿又不是什么坏事。从这个角度看，不知道可是优质回答。当然，与其将这种奇迹归功于他人，还不如留着夸夸自己。比方说，你因祸得福，在险遭不测后，反而成为了类似地球上绿者的超凡存在。也因此，所谓的头七，不过是你恰好构建出新身体的一个过程，而与你相关的事物接连出现，则是你道成肉身的前兆。啥？克拉丽，你开玩笑也要打草稿吧？这可不是开玩笑，是基于已有案例得出的合理推测。朝近看，我们有逆转了一整个世界炮生死的希尔弗勒爱；朝远看，又有多次置死地而后生的杨叔。他们两位，一位叫做死生之律者，一位叫做理之律者。作为一种推测，你还真不能说我刚才的讲法不打草稿。好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过具体情况还是得问当事人吧。松雀，你现在有什么奇特的感受吗？比如突然就掌控一些自然规律，或是随手能构造出自己理解的一切？你也不必举这么夸张的例子吧。这个，咱现在饿得能吃下3碗饭，算不算？喂，你这人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呀？师傅，咱当真是无心之言，您千万别误会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为师并不在乎。别呀！您既然主动提起，那这事儿肯定已经对您产生影响了。这样，您不如训咱2句，就当是出出气。你这，罢了，为师真的不在乎。白姬先生，有空的时候，欢迎你去欧夏体验一下竞技类游戏。竞技类游戏有什么独特之处吗？倒也没什么，只是多少能见识一些粗鄙之语。下次再需要骂人的时候，您就不至于一时词穷，无言以对。对了，说了这么多，瑟利姆大人还有小瑟拉，他们都怎么样了？瑟利姆正忙着张罗一场宴席，瑟拉还是和往常一样，陪在他身边。哎呀，你早说嘛！刚巧咱这肚子也开始咕咕叫了。我必须提醒你一下，这是专为已死之人，也就是你设下的宴席。虽然它多半不同于那件法器规划的葬礼流程，但应该也只是大同小异。你确定你要去吗？既然是咱自己的席，那就更得去了呀。那些卖的最好的画书，不都喜欢用惊天逆转来吸引读者吗？这样一来，咱活了这件事，也就不用麻烦大家走街串巷的挨个宣传啦。不愧是我的徒儿。也对，好吃好喝的东西，松雀你肯定不会缺席。那当然啦，咱那真是肚子饿的咕咕叫呢。不如现在就出发。等等，在此之前，我得把发卡先还给你。也就是说，你认为梦里的咱愿意送你发卡，不代表这会儿的咱也愿意送你发卡，对吗？一事归一事。你还挺有原则。当然，咱也不是不能理解你的心情，那毕竟是一场很长的梦嘛。对除你之外的人而言，这是一串从未真实发生的事件。但在你的心里，这又是弥足珍贵的过去。它所带给你的快乐与悲伤，一定没法用梦这个字就加以概括。也因此，你才会以更为郑重的态度对待这件偶然打捞上来的咱最爱惜的宝贝。只是，如果真讲究一事归一事，在如今的氛围里，咱肯定没办法再重复一遍预知梦中说过的话。
就像我现在问，在你眼中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样，梦里的你和现实的你也未必会得出相同的答案吧。抱歉，现在的我仍然会说出同一个答案。你是个普通而可爱，并且一点也不擅长骗人的女孩。你突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什么呢？但这也是我的想法，克拉丽和赫利亚也是吧？你问我做什么？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吗？克拉丽，这种时候你还是更坦率点比较好。好啦好啦，都打住打住，在师父面前你们就给咱留点面子吧。至于那件东西，送出去的礼物可从来没有收回的道理。既然寻梦者能得出相同的答案，咱做同一件事又有什么问题呢？管他梦里梦外，你好好收着就是了。当然要记得经常保养哦。事已至此，还是吃席要紧。嘿，走起走起。